上一期吉尔 T N1 Plus 颈部空调奇迹般的治好了南后期的腰椎间盘突出 ，Testway 给出2分，963名网友给出平均分0.9分。吉尔 T N1 Plus 颈部空调趴出550元，回血61%，暂列啪啪回血榜第21位。来自哔哩哔哩的网友我是 Angus 说，其实应该买10几个，加遍全身上下，这样就都凉了。要不您试试？来自 YouTuber 的网友 Red Dylan 说，恭喜 Testway 的 YouTuber 订阅数突破20万，谢谢，我们还不够好，一起加油努力。本期索尼 DPT-RP1 电子纸，告诉你一张纸还可以怎么玩。小时候我不喜欢写字，因为那叫作业。长大了提笔就忘字，满脑子跑的都是拼音和键盘。现在想潜下心来码2个字，纸在哪儿呢？打印机上？哦。这是一张5600多元的纸，名副其实贵得离谱的纸。我知道又是满屏的打扰了，但是看下去吧，看看又不会怀孕，对吧？DPT-RP1 索尼为专业用户打造的去纸化工具。我一直以为这个逼格超高的电子纸就是一个可以书写的 Kindle， 没什么了不起，还卖那么贵。使用了3个月后，我依然觉得它贵，但是却逐渐喜欢上它，因为它不是一个会发热的玻璃屏幕，它真正存在的价值在于纸。它不是一张纸，却做到了像一张纸般简单。它是一张纸，却超越了简单的纸。批注阅读，有时写画一下，这就是它。这张5600多元的纸拥有很多普通纸的特性，这是重点。纸很轻薄，但有时也很重。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、最轻便的电子纸。索尼的工业化设计真的很棒，没有多余的一丁点东西，让你不会注意到设备本身的存在，让你去关注内容。它薄到你觉得随时都可能损坏它，简约到保护套只能粘上去，因为没有更多的构件去连接它，捧着很舒服。超越普通纸的是，当纸变得很重时，它并不会增加重量。就普通人用，完全不会在意存储空间的问题。11个 G 的内存，以一本书10兆的大小，大约可以存储1000本书。想象一下，你喜欢的全部大部头，全部 Testway 的文稿被随身到处带，多么惬意！纸很容易被阅读，而且能够写画，但不容易修改已经画好的。电子纸的特性使它不会像平板那样在你阅读时看到别人的样子，或者大太阳下看不清屏幕。它也不会主动发光，至少你不用担心可能会伤害眼睛这一点，因此视觉感受上很舒服。而索尼电子纸超大的完美近似 A4 纸的大小，加上完全不发热的触感，决定性的让用它进行 PDF 阅读和批注时甩开平板好几条街。这方面就连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Remarkable 或者 Kindle 也比不了，因为你不用放大就能阅读和填表，真的别小看那么一点点尺寸的差距，决定性的。它甚至可以同时显示2个文件。或者同时对照1个文件里的2页，这对批注笔记十分友好。而就书写体验来说，索尼这款产品虽然很接近在纸上写字的感觉，比起苏菲和爱趴都要好，但是它完全比不了 Remarkable。书写延迟是可感知的，延迟时间应该是几款产品里最长的，你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。这让它不适合中文书写，因为汉字的间架结构组成需要实时反馈，而英文就无所谓了，反正都是蚯蚓。Remarkable 的笔有压感，而索尼没有。索尼的笔尖有2种，铅笔摩擦感和声音的还原度很高，圆珠笔就是比铅笔笔芯写起来顺滑一些，但它似乎有点掉色，会有黑黑的痕迹留下来。在右上角，笔居然有2种颜色可选，蓝色和红色。黑色呢？后来我才逐渐明白，它并不是为书写而生的，或者说并不着重于书写。如果你要写画画，真的听哥一句劝， Remarkable 比它好太多。
但是索尼有一点比 Remarkable 好，这个橡皮擦按钮这就很 nice 了，但可惜没有 Ctrl Z 功能，这一点跟普通纸真的很像。纸使用起来并没有多余的负担，索尼电子纸在使用时的清爽和单一，几周的使用电力正是它独特的优点，让你沉浸。当你在填写一张 A4 纸大小表格时，当你在户外拍摄，勾画你已经拍摄的镜头时，当你想理清心里的思路时，随手拿起，你就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优势。这些绝对是一个平板无法达到的，你真的会感受到纸与电脑的区别。说了这么多，它哪里比普通的纸高级了？那些所谓的智能在哪里呢？事实上，我并不指望它是万事通，它是完成特定工作的。网上破解它，然后把它当作安卓电脑来用，不是不可以，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本来想追求简单，却又被弄复杂了。而它的便利性需要一台电脑来支撑，你可以用各种预制的纸张背景，而如果你想使用自己的背景，只需要甩一个自制的 PDF 到设置里，这样你就有自己的纸张背景了。然而它的精华在于同步文件夹，而精华的精华在于同步文件夹一定在电脑上设置到你的 OneDrive 或者 iCloud 等云盘上，这样在设置好以后，你就能在保持 WiFi 打开的情况下，让它双向自动同步。如此，你的思路能在不经意间呈现在你的各个设备上。而同步文件夹可以设置多个，这就厉害了。公文、稿件、自己的小抄就可以分门别类了。你有多种方法采集你的 PDF。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好的内容，用印象笔记或者检阅一类的插件就能抓取 PDF， 然后丢进同步文件夹。在你干其他工作时，它会自动同步，而工作间歇，你就可以抓起随便看看。而圈写之后，电脑上也会自动留下你的手稿。对了，这时你就能看出蓝色和红色笔记的用处了。对于任何可打印的东西，比如 Word， 电子纸可以通过打印对话框完成文件传输。如果你非要用手机，NFC 了解一下。最新的电脑端还能让你在开会时通过一台电脑投屏到大屏幕上。这个画面不要太拉风哦。感觉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呢。嘿嘿，不过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，没有 Remarkable 一样的主屏，没有很好的文件管理，连移动文件都要靠电脑分享给伙伴，只有 PDF， 没法转换文字。即便是两个电子纸之间也无法直接分享，笔尖几乎1到2个月就要换，晚上不开灯啥都看不见。想要搜索自己手写的内容是不可能的，我的日版连中文都输入不了，更别提搜索了，只能搜个星星什么的。如果忘记关闭 WiFi， 续航只有几天，笔需要单独充电。iOS 版本的手机爱啪啪 NFC 连接传文件总要来2遍，等等等等。那我又犹豫了，我还是用 Surface 吧，啥问题都解决了，还能做更多事儿呢，要这么麻烦干嘛呢？说的没错，但是就个人习惯来说，就看你选什么感觉了，是选纸还是选玻璃屏幕？毕竟用电子纸感觉还是很独特的。这么说吧，对于纸来说，它的功能已经异常强大了，而对于电脑来讲，它又很小儿科。但我们看重它纸的能力啊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还有电脑吗？从日常角度说，你可以选择一件产品帮你完成所有的任务 ，Surface 或者 iPad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用多个深度专注的产品来完成你一天的工作，并且从中体会不同产品的乐趣。EDC 爱玩者估计更像这类人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这就像谈恋爱一样，你可以享受专一，他是全能冠军，你和他一生一世。你也能选择花心，体会多彩人生，其中的乐趣都是同样多的。
电子产品一样，我们永远不能逃离自己的喜好和环境，单独谈论它的好坏，适合的才是最值得的。就值不值得买来说，我大胆地告诉大家，这是一款只有很少部分人才会购买的产品，毕竟价格和需求摆在那里。还有一部分人会买来之后吃灰，而真正会一直用的是不怕麻烦的人，为自己鹤立鸡群而买单的人。但不论怎么样，这种产品有自己的情怀，是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的。Testway 主观评分8分，因为我就是那个想鹤立鸡群还不怕麻烦的花心的人。对了，中文版出来没多久，除了可以搜索和修改中文文件名，以及搜索一些 PDF 中的中文内容，其他的区别并不大。那我可以拿它写日记了。写日记啊，我觉得那是另一种情怀，还是纸质的好，因为它没有翻页的感觉，没有纸的气味，没有厚厚一叠时光的分量。这种5年用同一本的本子，人称历史上的今天本子，你可以了解一下。娘子，夫君，娘子啊，快看我给你带的礼物，牛肉干、冷吃兔，你喜欢的全在里面啊。夫君，我好感动啊！我们一起吃吧。一起吃。你迟到了1分08秒，你一定是外面有人了，渣男，分手吧！单身狗不要哭，抬头挺胸绝不输。啊！单身狗也过情人节 ，Testway 七夕陪你吃。七夕情侣套餐，单身狗套餐现已上架87076677。好，本期由我来帮配音君解读5条骂Testway评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有很多人说我已经辞职了，所以露个脸喽。唐华林认为节目时间短了，时效性差了。大家弹幕说说，看15分钟节目够了吗？时效性的话，大家可以看看有没，我们还是想体验尽可能多的时间。尽快吧。昨夜心情想多看点参数，希望分类详细一些。分类的问题我们其实已经在做了，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反映了。至于参数嘛，重要的参数我们会提一嘴的，具体的就没必要了，毕竟我们还是以用户体验为重。胡觉得我们膨胀了，我没理解错吧？对不起，我们一定不忘初衷，偶尔小澎湃一下还是可以的吧。小财神基本上提的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建议。声音的问题嘛，我们已经请大神来处理了，相信再过不久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。至于剪辑教程嘛，我们偶尔会在 BBT 中提到，希望你今后持续关注我们的 BBT， 一定会有惊喜的哟。幽谷奇缘想看小姐姐，想吃冷吃兔，想看更多的干货，我们今后一定会更加的努力，给大家更多的干货。下期节目干货一定会更多。好，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的七夕套餐有耍朋友买的，有单身狗买的，已经上架了哈。想追女朋友的，想安慰一下自己还是单身狗的，87076677，赶快下单喽！嘿嘿嘿。最后，淘宝评论上个电视，汪汪号陆氏四一说，第3回了，对Testway的火锅底料真的是爱得欲罢不能。感觉上电视是不太可能了，不过我确实要吹爆这款火锅底料，真的超级好吃，而且这次收到了马克杯，喜欢，希望Testway节目越来越好，顺便表白女后期。对的，我们Testway都是让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你上电视了。还有那个天气收到的火锅底料，如果是软的，是正常的哈，放冰箱直接储藏就好哈。
嘿嘿嘿。 Test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